嗨，大家好，我是木头人。如果你是一个木工新手，或是完全没有接触过木工，你一定会对一些木工的桩有名字，还有工法有一些疑惑。那这期节目我特别选了9样大家可能会有兴趣的问题，来一一跟大家解释，像是榫卯含水率、沙子的号数，那为什么要用刨刀？这些问题我都会在这一集告诉大家。那在影片开始前，请先帮我为这支影片点个赞。制作影片非常的不容易，要花费我很多的时间。那你的点赞回应就是对我影片的最大鼓励。那我们就开始吧。第一个我们来谈顺纹跟逆纹。首先大家要知道，木头生长的时候，它并不是很笔直的一直直直的往上生长。在生长时，有时候为了要跟着阳光走，它会长得不规则。还有我们在做木材加工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是跟着树的生长方向做水平切割的话，它的木纹就会倾斜，都会影响到你手边拿到的这块木材它的纹理走向。首先先来判别如何判断顺逆纹。以我手边这块胡桃木来说，假设我现在要处理上面这个窄边，那我现在要判断我的刀具走向要这样跑还是这样跑，我们要看木头侧边的纹路来判断顺逆纹。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丘材比较深，是这样这个走向。它到上面这里树就断掉了，这一块木材很明显像有一些木材它木纹很不清楚，你就比较难判断它木纹走向是什么方向。以这块来说，我如果要用这个凿刀去修这个面，我就要走这个走向，就会是顺纹。如果我逆向这样子去凿，就会变逆纹。顺纹逆纹切割会有什么问题？如果是压着木纹顺纹切割的话，我们切削的这个面就会很平滑，不会有纤维撕裂的问题。如果我是逆向切割的话，你的刀具容易卡进去，那会把这个木头直接扯下来，那表面就容易出现坑坑巴巴的。那比较严重的是直接把这个木头给它劈开，那加工的面就会很丑。不管是用刨刀还是凿刀，都是一样的，都是尽量照着顺着木纹去做切割。第二个有许多人听过，可是可能不太确定它到底是什么。它这是榫卯。那榫卯是什么呢？凸的这里我们叫榫头，弓的这边叫做卯眼，就是一凸一凹，就好像积木一样，直接可以卡进去，很紧密的结合，不需要用钉子。这样的组合方式做出来的家具，我们就称为榫卯家具，基本上就是很高档家具的代名词。那因为制作这种榫卯的工艺技术含量比较高，那花的时间也长。代表这个家具的价格也会跟着提高，家具的使用年限也会比较高。那通常这种榫卯家具一定是使用实木来制作，不会去使用合板或是夹板、木芯板之类的。做榫卯的时间很长，你当然是用比较好的材料来做，你不可能用个便宜的木材来做榫卯。当然也不是不行，只是相对来说这样 CP 值并不高。那一个好的榫卯家具也不是做了榫卯就好了，它也要做得够紧密。榫卯做完之后，可以直接手放进去还会咬，那就失去榫卯家具的意义了。那像手边这个就是榫卯算最入门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榫，很简单的一个直榫。这种榫卯结构有上百种，有些榫的结构非常的复杂，工匠要制作的时间就会拉得很。在我们现在这种讲究速食的年代那基本上榫卯家具就很难普及像我自己就专门在做榫卯的这一块所以几乎都是定制的家具比较多。会愿意花比较高的价格来定做这类家具的人其实是不多。一个是说你要懂得欣赏。那我开的线上课程木匠学院就是在教你做榫卯家具，那有兴趣的也可以去搜搜看木匠学院。第三点我来讲木纹。大家常听到的山形纹、摸骨纹就是像这样子，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一个山形的纹路那另一个叫做 Masa 纹、直纹，可以看到它的纹路几乎是直的那也有稍微倾斜的那要看取料的时候怎么取基本上看得到它是平行的直线那我们都叫 Masa 纹像我手上这块我都是很直的，那等级就比较高。那这两个纹路有什么差别？一个是看起来的外观不一样嘛，大部分人来说他都喜欢这种摸骨纹，因为它有很明显的那个纹路的变化那这个就会比较朴素一点就是很单纯的直纹那大部分人一定说我要这个摸骨纹，摸骨纹比较漂亮不过有好就有坏摸骨纹虽然很漂亮，可是它这种木材它比较不稳定从这个方向看，它可能会变成一个弧形
那因为我手边这一块是比较老的材料，是一个老块木，所以它还算很稳定所以不会有很明显的变形的状况如果是比较新的材料或者是它刚剖完原木剖成薄板的时候，通常都一定会变形像这样子它是很明显是一个弧形的嘛，这个表面也不是一个平面这就是这种蘑菇纹的木头比较容易常见的一些问题那 Masa 纹就比较不会如果你要制作的家具，你要求它非常稳定，不太容易变形的话，像有些家具的结合方式没办法去限制这块木头让它不变形那可能就要比较选择这种直纹板会相对的稳定。那像桌球拍它那个面不可以有变形嘛，那就会使用这种全直纹的木材来做所以这就是各有优缺点。通常这种 Masa 纹它其实是比较贵的因为这种料很难取，在原木制裁的时候，它会消耗比较多的材料才有办法取到这种直纹。第4点是砂纸的号数砂纸从32号、40、60、80、100、120、240、320、400、600、800、1000、1500那到5000号、10000号都有。数字越小就代表越粗数字越大越细。通常砂纸背面都会有写番数。通过摸这个砂纸的表面，你也可以大概分得出哪一个比较粗，哪个比较细。然后通常以木工来说的话通常就会从120号开始磨，要照着号数一直磨下去120、180、240、320不可以跳号。你如果从120直接跳到320就会出现问题如果一开始用很粗的砂纸磨过之后，你直接跳很细的细的砂纸就没办法把粗砂纸刚刚磨出来的砂痕给磨除那最后成品的效果就会很差。第5点我来讲刨刀刨刀的作用可以处理木材的表面嘛可以把它刨平整，或是把一个不规则的木料刨成是一个四方形最后家具做完之后可以在木头表面刨出一个极薄的木片，木头表面就会呈现砂磨的大概800号以上当然要看你的刀具研磨力度，还有你的刨刀调整的如何甚至可以达到好几千号。基本上刨完之后表面就会呈现一个镜面的反射。如果刨刀使用的好，基本上你可以省略刚刚我讲的10几个号数砂纸的研磨的那个时间当然相对来说要刨好刨刀需要花蛮多时间学习的，那很多人可能用个几次就放弃了刨刀的那个学习历程会比较长一点你光是磨刀这个刨刀刨身的整理因为刨刀本身是木材的嘛，它也会变形所以你可能把它整平了那都修整好了你放一段时间它又变形了。它变形会怎样你就没办法把刨刀的粗刀量调得很薄去刨出很薄的木片来达到最好的那个曝光效果所以通常大部分都是使用砂纸来处理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坚持要使用刨刀？因为刨刀可以做到砂纸无法达到的一个表面细致度，而且又省时间。那在最好的调校之下，刨刀在处理木头的时候可以不用管这个木头的顺利纹都可以刨出很漂亮的表面因为它的切削量非常的小这也是刨刀的厉害之处木头表面刨过之后，你滴水滴上去水是没办法渗进木头里的第6个是木工胶。我们做榫卯家具在讲的木工胶，不是一般外面卖的白胶、蓝宝树脂之类的它会是比较针对木材拼合或是榫卯结合的时候使用的胶水那它本身富有一定的弹性，它硬化之后不是脆的因为木材是会膨胀收缩的，木材是一个活的一个材料，它会随着空气的湿度季节的变换，它的木材的实际的大小宽度会不断的改变如果胶水没有弹性的话，它收缩了之后这个胶就脱离了。再来就是它的粘合强度现在我们常用的木工胶它的强度其实比木头的纤维还要强以这块木头来说它是2块木头拼合成的中间是一个接缝嘛，我这个胶还没有刮掉，我中间看得到一条黄黄的线嘛，我如果硬要把这个木头给敲开的话它分离的地方可能不会是这个粘合面它会是在木头纤维的地方。你如果有正确的结合的话，这个胶的强度会比这个木头纤维本身的强度还强这就是我们做细木工榫卯家具专用的胶它的强度必须达到这种程度，那我们使用的家具的年限才可以延长当然以前不会有这种胶嘛，以前都是用动物胶。那动物胶有什么好处？动物胶就是像什么牛皮胶、猪皮胶、鱼标这种胶有什么好处？就是它通过你给胶做加热的时候，那个胶会溶掉你就可以很容易把榫卯家具原本的结构给拆掉。那这样做家具修复的时候就很方便像一些比较高档的什么明清家具我可能就是用这种胶，因为万一以后家具你需要修复你要把榫卯给
拆掉，因为胶的粘合性太强了，你要把它拆掉，这个榫头榫口可能都会坏掉。所以动物胶的好处就是它可以还原，就可以保持这个家具的完整。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考量的话，还是用现代的化学胶会比较适合。动物胶的工序会比较复杂一点。第7点是木工具锯齿的选择。锯齿有分粗齿细齿像这个就是细齿它的齿非常细然后在这个再粗一点那这一把更粗。那锯齿的粗细有什么差别？锯子除了锯片要锐利以外它还要考量的是它的排屑性好不好。这种比较细的齿因为每个锯齿之间的间隙很小，所以在锯切的时候，这木屑就容易卡在这里面导致你切割的时候阻力会越来越大因为它的排屑也比较不好可是齿很细的话，就可以切得比较精细像榫卯木工啊，要切一些比较精细的榫的话，那可能就选择这种比较细的齿那如果你是要剖料你要把一个木材剖成一半就不适合使用这种比较细的齿那就会使用这种齿比较粗的那它排屑性也会比较好所以要因应不同的作业情况来选择不同的锯齿。你如果都是要通用的话，那就是找这种比较中等的齿数的来使用就可以了。锯齿还有分很多项目是可以适合纵切的、横断木纹的，那个齿长的都不一样。这一把双面锯就是这边是纵切，这边是横断它就是两用的。那初阶刚入门的时候，可能就选用这种两用的会比较方便，你就不用多花钱再买一把。再来我来讲木头的拼板如果一块板子完全都没有拼我们叫做一枚板嘛越宽的一枚板那价格越高嘛这是相对的。直径那么大的树很稀有所以通常木板都是拼合的比较多那拼合方式又分很多种像这一块来说，我可以看到它除了宽度拼它的直向也是一节一节的这种就是用非常小的短料，裁剩的小短料去加工拼合而成的那个面板那这种拼合方式它很稳定可是它有个缺点，它的纹路很花，就算同一种木头它的木纹每一块都不一样。现在还没上漆上了漆之后会很明显的色差，深一块浅一块，深一块浅一块这就这种拼合板的一个缺点那通常这种板子它的单价会比较低一点那等级再上一阶就会这种直拼板可以看到它的长项这边是一整只的好几块去拼合成一个面。那它虽然不会像刚刚这个连长项也有拼的这一块板子看起来这么花那因为它的拼合的这个条宽比较窄它大概是2公分宽的木材去拼接而成所以数量一多的话，它也是会因为色差这个板子看起来比较花一点只是它木纹是至少是整只的那在长项结合的地方比较不会有接缝如果没拼好的话因为长项结合比较容易会有接缝那再高一个等级就是它的条宽会比较宽一点像这一块的话是大概7公分宽的木材去拼的那你也可以2块20公分的去拼成一个10公分的那这个等级就比较高一点只是这又谈到那个稳定度的问题像这种比较窄的木条去拼合的木板它的稳定度相对比较高这个很像它比较不容易变形像这种条宽比较宽的拼起来的它的变形率就会比较大从这个相看过去它久了可能就会变一个大弧形或是一个 S 型那窄拼板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那就更不用说一枚板一枚板的厚度如果不够厚的话，通常都是会存在变形的问题那就必须靠制作家具的一些工法来把这个木板给拉住，让它不会变形像是穿带或是下面加这个横撑把它锁住。有好也有坏啦并不是说有条宽比较宽的板子拼起来就比较好，那它就是会有稳定度的问题稳定度就要靠工法来解决。第9点是木材的含水率这是在大家购买实木家具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问题那很多不肖的商家会去忽略这个部分，尤其是在购买实木桌板的时候含水率就是指说这个木材含水的成分占的 percent 像台湾的话，正确来说要把它干燥到含水度大概12%左右会是比较稳定的状态。如果含水率过高的话，这个木材就容易变形。为什么会含水率过高？就是说它木材切割完之后制裁好之后，它没有做干燥的动作，还没有完全干燥之后，它就把它做成家具来卖了。我假设一个桌板来说好了，制裁完砂磨好，就用那个漆把那个表面都封起来了结果你看到的时候它好好的
可是你拿回去使用一阵之后，会发现桌板变形或者是它裂掉了。那很有可能原因就是因为它木材本身的含水率没有降到台湾的一个标准值，它也不够稳定。如果是制成家具的话，它可能就直接家具就散掉都有可能。木头会扭曲啊、变形啊，都是会有的问题。这个在网上啊，其实很多这种案例啦，桌板裂掉啊，什么都看过。讲到干燥的方式，通常一个大概5公分厚的木板如果是自然干燥的话，可能要摆个半年至1年那2公分的可能3个月它才会降到比较适合的一个含水率所以看到有些 DIY 的人，他捡了一块原木剖完之后就想要拿来用这都是不对的不然你做出来的家具都一定是会损坏的。你去买家具的时候这个部分可能也要注意一下通常家具很少这种问题啦，通常都是那种原木的后桌板会有这种问题那就要看厂商有没有良心了。那你如果觉得我今天讲的这9点对你有帮助的话，别忘了为这支影片点赞支持我继续创作影片这一点很重要那我制作的线上榫卯木工课木匠学院这个暑假也在做很大的促销活动你如果想在家里靠简单的手工具就做出自己满意的家具的话，可以考虑去上我的课。课程内会有系统化的教学流程做家具并不是都一定要使用到木工机械，其实学习手工具的使用反而是最扎实也最安全的一个学习方式那除了今天提的这9点以外，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底下留言，那也有可能再会整成第2集。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咯，拜。